朋友们，修行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，那就是修静。因为如果不在静中修炼和提升定力、专注力，那你在真正遇上事的时候，就很难不掉线、不失控、不陷入情绪。修静就是在软化你的习气，帮你解脱心中的妄想烦恼，增加你在面对纠缠时候的如如不动的观自在的能力。正所谓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常保内心的清静，那天地的力量都会聚焦到你的生命中来。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性，所以很多人呢会阅读各种经典，练习各种调养身心的方法。但是很多时候，面对这么多的方法，却并不知道哪种最适合自己。方法越多，知识见解越来越多，反而导致内在的思想杂念更多，束缚更多。其实我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了，多则惑，少则得，大道至简。真正好用的方法往往是最简单、最直接的。按照禅宗的智慧，总结起来便是4个字：一物不为。什么是一物不为？一物不为可以理解成无为，什么也不去成为。身心修行中的一物不为呢，道理也很简单，便是不采用任何修行方法的静心。起初也只锚定一点，不打妄想。也就是说，在一物不为的修习中，观呼吸、参禅、练习觉知等等方法通通不用。但凡对任何一个方法执着，其实都是陷入了妄想，陷入了有为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其他的方法不好，任何一种方法，比如说观呼吸，这个过程是将注意力放在越来越稳定而细微的呼吸上，从而减少妄想的发生，最终达到没有妄想的身心宁静。而一物不为，是任何方法都不用，直奔主题，直接切入什么也不做，却又本自无妄想的宁静状态。因此，独处时的一物不为呢，是身心修行的起点，也是所有方法的终点。内心没有了杂念和妄想，也就没有了烦恼，没有了困惑，没有担忧，也没有期盼，没有恐惧，也没有无聊，没有思前想后的忧虑，更没有五蕴炽盛苦。一物不为，留下的只是内心的本自寂静、宽广、祥和。所谓的一物不为，不去成为的是什么呢？初步来说，就是不去成为心里的念头妄想。也就是说，初步练习一物不为呢，是要不跟随意识中任何一个念头。多数时候，初学者在练习独处静坐时，念头总是一个接连一个，心里想要安静无事，但情绪念头却接连涌出，内心呢反而更挣扎。对此，一物不为要实现的无念清净也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实现无念的清净，我们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念头，大致分为2种：无明心动和后续妄想。所谓无明心动，便是深层意识中的种子现行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我们正做着一件事，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了另一个念头：家里的门是不是没关好？手机是不是掉在哪里了？又或是自己独处时，本来内心无事，突然莫名想起来很久以前的人或是别人说过的话。类似种种不受主观控制而莫名发生的念头呢，便是无明心动。而后续妄想呢，就是因前一个无明心动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念头。对于实修来说，比如我们在练习静心独处时，有时意识里会突然冒出一个问题：那个老师讲的方法很好，好像很深奥。仅此一个突然的无明心动，就可能会引发心中一系列的后续思考。
也许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我们来不及觉知，就已经涌现了成百上千个后续念头。我们也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是静心。这些后续发生的念头，对于一物不为来说，通通称之为妄想。哪怕是在思索更好的方法和智慧，都属于意识分别妄想。因此，不生后续妄想是一物不为的关键。而在练习一物不为时，起初无明心动可能会发生很多次，但一点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即刻回头，回头是岸，不住任何后续的妄想。这其中的奥妙在于，对于无明心动只是知道就足够了。知道的那个瞬间，前一个妄想，前一个无明心动已经过去了，并不用去刻意灭除或改变什么。这样的过程呢，禅宗也叫做牧牛，就好像心里叫妄想的这头牛一旦跑远，就用这个缰绳立马拉回来，如此循环往复，那个新牛就不乱跑了。但是值得一提的是，把新牛往回拉的那一念，依旧是个细微的妄想。把念头拉回来，然后把想要保持清明的知也放下，什么方法也不用，便是一物不为。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、每天坚持的过程。但是如果我们熟悉之后，独处静坐时，一个呼吸之间就能稳定在一物不为而又本自无念清明的状态。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们自然会对空性、对无为产生超越头脑思维的亲身领悟。不过，独处静坐时的一物不为、不打妄想，其实也只是一种基础。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，情绪感受和妄想念头依然会发生。即便是意识中某段时间不生妄想了，一片清净祥和了，那依旧还是意识境界。这与有烦恼、有妄想的境界一样，都属于意识境界，都还在意识的范畴中。因此，彻底意义上的一物不为，便是彻底的什么也不做。意识中有念无念都一样，烦扰与清净也一样，心里有事无事都一样，有烦恼与无烦恼也都一样。这代表着一种彻底的放松与放开。这就好像声音传进耳朵，耳朵听见什么不是耳朵能决定的，眼睛睁开看见外面，那映入眼帘的画面也不是眼睛能决定的。同样，意识中的有念或无念，意识中的烦恼、苦、安静、快乐、喜悦，种种妄想交替发生，其实也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。因此，彻底的一物不为就是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一切就是那个样子，允许念头和心灵就是那样，一物不为地看着外面的景色。我们没有刻意地看清什么，也没有刻意地专注什么，景色是自己跑进眼睛的，这便是眼睛的一物不为。一物不为地听着声音，我们没有思考什么，声音的大小有无皆是自然产生，与耳朵本身无关，这便是耳朵的一物不为。一物不为的顺随念头，不拒绝任何妄想，它们只是自己在发生。喜悦、烦恼、妄想、担忧，想发生多久就发生多久，来去自由，并不会对存在带来任何本质的触碰。这便是内心的一物不为，这其中的智慧便是如来随顺觉性。因此，真正的一物不为，可以发生在生活各个时刻，眼见、耳听、心想，一切都会自然发生，一切也并不需要一个我参与其中。明白了吗？最后一定要时刻记住，悟后方可起修，开悟只是前提。很多人呢，学了很多方法和道理，但是却总是达不到内心清净无染的状态。为什么？举个例子，
有一个人来到一家餐厅，然后认真地把这家餐厅厚厚的一本菜单津津有味地看完了。然后他叫来服务员问道：“我已经看完整个菜单了，请问我还需要点餐吃饭吗？”我想我们都知道，看菜单和吃下食物、享受食物、消化食物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，不是吗？其实不管你学了多少方法，读了多少书，如果你只是停留在文字，停留在逻辑和道理的话，那充其量也只是给自己的头脑里增加了一些内容罢了。如果只是学了这些方法或者读了一些书，就认为自己被滋养了，自己已经进化了、提升了，成为了一个更加通透的人，那又和这个只是看了菜单，但是没有准备点餐吃饭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对生命敏感的状态，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义地活在生命的状态之下，而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呢，不会呈现出任何的匮乏和不安，他们会自然地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各种生活情境中，看见生命内在的更深刻的需求，因此他们会时刻向内回归，而不是向外抓取。但是这样开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的，所以我说过，我讲的内容只是一个对于大家开悟机缘的启蒙，与此同时，也是我们如何向内回归，如何活在生命意识的觉知层面的一个说明书或者指南。实修才是你一生要向内回归的路。无论学了再多的方法，听了再多的课，读了再多的书，没有从向外抓取转为向内回归的开悟，没有悟后坚定有力的在生活中的实修和练习，那你如何能让你头脑里懂得的那些道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呢？如果你所听到、所学习到的这些最终不能成为你生命进程的一部分，那么它们的作用就只是丰富了你的头脑，强化了你的自我，而内心清净无染的生命状态，则是超越了头脑层面的，来自内在生命层面的体会，它与头脑无关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